在原公司干了30年，功劳赫赫，升职加薪没有我，替罪背锅必有我。公司部门要职全都是老板亲戚，他们为了利益疯狂打压，逼迫我离开，找老板要个说法。傻子老板竟以我年龄大，无法胜任工作为由，让我提前退休。儿子得知消息后乐坏了，爸，来我公司吧。我入职儿子公司后，老板后悔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动用人脉关系签订的项目正在积极落实，老板还觉得我干得少拿得多。他家族企业里，7大姑8大姨对我各种刁难，儿子劝我早点辞职，但我考虑到公司养老金还有退休后的福利以及补贴，算下来得不少钱，所以我寻思忍一忍就算了。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板的姘头秘书为了能吞掉我的福利，找老板算了一下我待遇和福利的账之后，说服了老板逼我提前退休。于是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我越忍让，老板就越过分，天天要求我加班，周末找活交给我不让我休息，工资一拖再拖。为了半年后的退休福利，我忍了。这个跟我并肩战斗30年的老伙伴，自从和秘书搞在一起后，越来越忘本，甚至在秘书的怂恿下，当着全公司的面对我做的事情鸡蛋里挑骨头。这些亲戚本就对我这个外来人很讨厌，因为我拿的工资是他们不能比的。如今又有了老板带头，他们对我的态度更加恶劣。原本一个普普通通的项目，动手就能完成的，愣是被他们拖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最后项目失败，还亏了几十万。老板一听说亏本了，把我叫到办公室，气呼呼道：“老林，你怎么回事？老了，干不动了，连个最基本的项目都做不好。”我试图解释：“老陈，你误会了，不是我做不好，而是公司里那些人不听我。”砰！我话还没说完，陈老板就已经气得火冒三丈，拿起桌上的文件袋，直接朝我甩过来。啪！我没有躲开，文件袋狠狠砸在我脸上，锋锐的尖角直接刺破我额头上的皮肤，瞬间脑门一热。我下意识抬手摸了一下，手指上沾满了血迹。之所以没有躲开，是因为我不相信陈老板会对我动手。不可置信地望着他，心里只剩下震惊和无尽的冰冷。陈老板脸色也是微微一变，只是他又皱起眉，将那份为数不多的愧疚压下，冷冷地对我说：“你去医院包扎一下吧，明天早上8点之前，我要看到你的项目补救计划，不然别怪我翻脸。”呵，这还不是翻脸吗？我去附近卫生所简单包扎了一下，踉跄着回家。今年我59岁，还有半年就60岁可以退休了。从29岁那年入职老陈公司开始，一直到现在整整30年，可以说我半辈子的精力都投入在这个公司里。老陈主内，我主外，我们俩将一个创业型公司慢慢发展得越来越好。自从2年前老陈和新来的秘书搞在一起后，他就变了。秘书是他远房表妹的女儿，两人相差36岁，年龄差整整有3轮。这位年轻秘书可了不得，不仅把老陈吃得死死的，还把家里的亲戚都托关系走后门，安排在公司重要岗位，导致现在公司里乌烟瘴气。很多老员工都因为受不了，提前离职了。现在的大环境很不好，众所周知，离职基本等于失业。我看着这些一起奋斗多年的老同事们，于心不忍。好在儿子也开了一家同类型的公司，就介绍他们都去儿子公司帮忙。难道
我也要离开这个公司吗？我在家门口驻足，犹豫很久，还是拨通了老陈的电话。他很快就接通了，通过手机里传来的音乐声，不难判断他此时此刻在娱乐场所。你找个安静的地方，我们俩聊聊。或许是白天的事情让他心里多少有点愧疚，又或许是别的。老陈告诉我，我在卫生间了，你想找我要医疗费吧？我给你算工资里。老陈，我深吸一口气，说道，我还有半年就退休了，我跟你干了已经30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距离我退休还有5个月，连5个月你都等不了吗？难道你忘了，当初公司有一次遇到资金困难，是我二话不说，扛着家里所有的阻力，毅然决然抵押房子，助你渡过难关。老陈语气有些不耐烦，我知道你的功劳，但我不是后来都把钱还给你了，我少你1分钱了。林子，如果你只是想找我叙旧，希望我顾及旧情，那不好意思，公司不是讲人情的地方，一个简单的项目你都做不好，如果是别人，我早就开了。我被气得不轻。老陈，是不是我的问题？难道你心里没数？你秘书那些亲戚啥活干不了，项目什么都需要我来干，加班加点的，我快2年没休息了吧？你难道看不到吗？陈老板冷漠回应，是非对错我已无心解释，我只知道项目在你手里毁了，我赔了几十万，这个钱得从你工资里扣，工资不够赔，那就从养老金里赔。总之，你自己想办法把钱补上。哎呀，亲爱的，你跟一个老不死的废话什么呀？快来跟人家玩嘛！嘟嘟嘟，电话被他无情挂断。最后声音里，我听见了老陈秘书骚里骚气的声音。我心里一阵的不是滋味。这老陈当真是一点情面都不讲啊！回到家里，儿子看到我额头挂彩，一问之下，气得火冒3丈，撸起袖子就要出门。我拦住他：“你干嘛去？”儿子嚷嚷：“当然是揍那个老不死的！妈的，敢打我爸！”我劝道：“算了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想好了，明天去离职，不干了。”儿子闻言一愣，随即露出惊喜表情：“爸，您终于想开了。”我尴尬一笑，都已经撕破脸了，还留着干嘛？当天晚上，我就把关于项目的责任归属问题做了个明细发给老陈。离开就得划清界限，划清界限了，那不该我的责任，我肯定不会认的。至于老陈口中的10几万赔偿，不好意思，让他找他的员工去吧。不仅如此，我还要给他送一份劳动仲裁，毕竟他还欠着我10几万工资没给呢。儿子闻言，连忙表示可以帮我安排律师，还邀请我去他公司工作。对于儿子返聘的邀请，我欣然接受。正好很久没和那群老朋友喝酒了，他们都在儿子公司。儿子哈哈大笑，那个老陈真是作死啊！公司骨干全都被他做走了，现在都在我公司。爸，您是不知道，最近我又接了个大项目，我和老陈彻底撕破脸，他想要我赔钱，然后把这笔钱送给他的小情人秘书，但他没有想到我会留一手。项目失败的原因，我已经发了明细给他，责任完全不在我，是他手底下那些沾亲带故的员工做事敷衍，最终导致项目失败亏损。劳动仲裁对于一个公司的负面影响很大，所以老陈最终乖乖发了我的工资，但我并不满足，还找他要医疗费。医疗费不贵，也就几千块，主要就是恶心他。听人说，老陈被气坏了，他对外扬言要抢我儿子的项目，把我儿子公司搞破产。听到这话，我不开心了。老子给他当牛做马几十年，对我有敌意就算了，居然还敢打我儿子的主意，
我让儿子把项目授权给我全权处理，我要亲自会一会这个老东家，想看看他是怎么把我儿子公司搞倒闭的。环城项目，这是个大项目，里面又细分了2个项目，其中一个前期项目已经被另一家公司拿下，并已经完成，剩下1/2的项目。由于甲方对原公司表现不满意，所以才把这个收尾项目拿出来让其他公司竞标。我赶到竞标现场的时候，老陈和他的秘书也在，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老陈当场就对我冷嘲热讽：“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好哥们老员工吗？”他的情人秘书也跟在后面嚷嚷：“老板，您跟一个2姓家奴有什么好说的？”我受辱不惊，缓缓道：“老陈，还是你好福气呀，都60多的人了，还找了个27、28岁的姑娘当情人。听说你老婆不知道这件事。”此话一出，老陈原本满是笑容的脸沉了下来。“你威胁我？”听到他的话，我被逗乐了。“威胁？你当你是谁呀？值得我专门为你的破事去找你老婆？”老陈气得紧握拳头，一旁察言观色的秘书情人连忙开口：“哎呀，您跟他一个失业人员，置什么气呀？别忘了，咱们今天是来竞标的。”秘书冲他眨眼，姿态诱惑。老陈看到如花似玉的秘书，心里的气顿时消散了不少。对，咱们今天是来竞标项目的，不跟他一般见识。竞标厅内有不少公司代表或者是老板，但真正有能力拿下这个项目的，实际上只有老陈和我儿子的公司有这个实力。至于其他代表，都是来混脸熟、学习经验的。竞标很快开始，主办甲方也是别出心裁。在我和老陈争得面红耳赤之后，甲方给出了新的方案，将环城项目下半部分的项目分成了 A 项目和 B 项目，然后分别交给老陈和我的公司。项目是前期， B 项目是后期。甲方分给我一项目，让老陈拿了 B 项目。老陈对这样的安排非常不满，他原本是想要都拿下的。甲方也毫不留情地对他：“我听说你最近做了个项目亏本了，环城项目很重要，我承担不起风险，能做就做，不能做就给年轻人一个机会。”一句话把老陈堵得死死的，看着老东家欲言又止，被对峙无话可说的样子，我嘴角都快压不住了。这就是典型的打肿脸充胖子。更有趣的还在后面。大概过了1个月，我去公司上班，儿子窜到我办公室：“爸，告诉你个有趣的事情来，就那个老陈，昨晚偷偷联系咱们公司老员工，说询问技术问题。然后老员工问为啥不找自己公司的技术工帮忙，问他一个被离职的人干啥。完事老陈低三下四求他，老员工吊了他一会儿，要到5万块咨询费，直接给人家拉黑了。我微微一笑，那是他应得的报应。在这里干的老员工，哪个都被他剥削过。儿子担忧道：“那5万块咋整？可不是小钱。万一老陈起诉咱家员工，耽误项目进度。”我笑着摆手：“你放心吧，我介绍过来的人，哪个不是人精？”果然，关于老员工坑了老陈5万块咨询费这件事，老陈最终选择吃哑巴亏。问了才知道，老陈还欠他们钱没给。如果老陈起诉，不仅要花钱，最后还得把这笔钱还给老员工。我听完后，心里冒出个想法，这是个报复老陈的机会啊。于是将老员工们都约出来，做了个统计，老陈欠谁的钱没给，然后我帮他们垫资，找了个律师，大家凑钱一起起诉老陈。都说人走茶凉，老陈的种种行为
俨然成为大家心中公认的头号敌人了。所以对于我的提议，大家双手赞同。项目紧锣密鼓进行着，老陈头皮发麻的到处请外援，作为被告人还要分心去处理法院的诉讼。他公司里养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们，平常就是吃闲饭的，让他们签个字，坐在办公室喝下午茶可以，让他们处理文件、搞技术，那不是要人家命吗？但我觉得这还不够爽。老陈有个媳妇，家庭主妇，那天竞标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犹在耳边，我忍不住嘴角抽搐，笑容快压不住了，因为我想到了一个让他火上浇油的添堵主意。我约了老陈的原配夫人谢婉安，时隔多年再次见到她的时候，依旧被她的容貌和气质吸引。岁月从不败美人，谢婉安有50多岁了，黑裙束腰，白衫白发，走起路来气质不俗，仿佛依旧能看到10几年前出狱时的恬静模样。只是眼底那淡淡的愁云，暴露她此刻心情并不美丽。怎么突然想起来约我了？咱们快有10多年没见了吧？谢婉安走到我对面，拉开椅子坐下，问道。我微微颔首。从你和老陈结婚那天开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面。谢婉安淡淡道：都这么久了，你还放不下？我笑了笑，将手机递给他。就是挺久没见你了，想看看你过得咋样。很显然，你好像最近不顺利。我请你喝咖啡的目的都在手机里了，你自己看吧。谢婉安狐疑地看了我一眼，随后打开手机，手机里都是关于老陈出轨秘书的证据。让我讶异的是，谢婉安看完之后并没有太大的反应。我从她的眼神里读到了意外，也看到了坦然，最后是无所谓，唯独没有看到作为原配夫人该有的愤怒。良久后，谢婉安将手机还给了我。这么多年才想起来约我，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个。面对谢婉安这种摸不着头脑的话，我其实是有点懵的，也不全是。没等我说完，就被谢婉安打断。老陈在外面怎么玩怎么混，那都跟我没关系。他继续道，当初选择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好了，可能会有今天这种情况。闻言，我顿时理解她为何会在看到丈夫出轨后如此淡定了。有些话不能明说。谢婉安嫁给老陈的时候，好像37、8岁，而且还是二婚。遥想当初，谢婉安、老陈和自己3个人在公司里，那可算得上是3剑客，没有我们处理不了的问题。我也曾追求过谢婉安，但最终败给了老陈。原因也很简单，老陈是老板，而我只是员工。谢婉安说道，我头婚嫁给了爱情，日子并不好过，但我不在乎，我觉得有爱就够了。后来生活慢慢好起来之后，丈夫出轨，和老陈二婚，我也早就想好了，看重的是他的钱，而不是他的人。所以只要他按时给钱，别说他找个秘书，就是找10个8个，我也不会管的。我忍不住对他竖起大拇指，通透。但是他接下来的话丝毫没给我面子，不通透可不就被你利用了吗？老陈公司项目遇到困难的事情我听说了，你把公司里的技术骨干全部都挖到你儿子公司了，对吧？现在又用背后告状的手段想让我去他公司闹。说到这里，谢婉安嗤笑一声，我是老陈的妻子，就算我再傻，也不会帮着一个外人去对付自己丈夫吧。老林，他端起水杯起身，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人了。哗啦，谢婉安说完，就将杯中水泼洒在我头上，然后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我肺都快被气炸了。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对当初他选择老陈的事情耿耿于怀。我能力比老陈优秀是事实，但他却一点
也看不上我。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再勉强也没什么用。或许从公司的角度来说，老陈在做人这方面不行，卸磨杀驴，受尽弓藏。但论女人缘，他确实比我牛逼，我不服。所以，要不我也搞个老板当当，说干就干。约见谢晚安之后，我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项目上。想要对付老陈，最先要做的就是把儿子公司的项目做好，而且是越快越好，这样才会和公司早就乱作一团的老陈形成鲜明对比。他的公司差不多快是一具空壳了，之前的项目就因为沾亲带故的原因，最后亏了钱。如果这个项目再做不好，那老陈的公司也差不多就该倒闭了。在我和老同事共同努力下，项目模型初具规模，送到甲方审阅无误，并优化细节后，直接进入实施投入阶段。项目前期圆满地完成既定目标后，B 项目也该拉出来见见了。然而过了3个月，在甲方反复催促后，老陈也没有交出 B 项目，他公司乱套了，请技术需要钱，找老员工还被我们摆了一道，好不容易花钱请来了技术爷，结果谢晚安又去公司闹事，要求老陈必须把花在秘书身上的钱全部都吐出来，不然他就把事情闹大。毕竟这位秘书是老陈远房表妹的女儿，如果事情真的闹到了那一步，老陈在老家的面子可就保不住了。不仅如此，以他远房表妹的性子，知道了这件事，那不得好好找老陈要点补偿费用。老陈郁闷坏了，所有的事情都在短短3个月里集中在了一起，项目、出轨、名声、金钱和法院等众多问题，忙得他焦头烂额，闹得他分身乏术。其实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项目，如果老陈不能按时完成甲方交给他的 B 项目，抛开违约金不说，他公司真开不下去了，而且以后在这一行也混不下去。一棵参天大树的坍塌陨落，会让出更多的阳光滋养那些原本只能依靠斑驳阳光苟延残喘的花花草草，墙倒众人推，同行自然乐见其成。至于我，并没有落井下石。谢晚安的事情给了我启发，一损俱损，老陈倒了以后，在这一片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竞争对手，与其去赌一个未知的敌人，那为何不拉一把老陈呢？毕竟他那么菜。思虑再三，我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儿子，儿子第一时间反对。您的意思是让我们带人去帮老陈渡过难关？您没事吧？他的反应非常大，语气渐渐有些暴躁。我坚决不同意。您忘了老陈是怎么欺负你，怎么压迫你们的了吗？现在不是我们圣母心泛滥的时候，老上司情节，爸您得放下，打败他，把另一个项目也抢回来，挣大钱才是正道。儿子一连串说了很多，我听后才知道他压根没懂我想表达什么，于是开口解释：儿子你太年轻了，这一行的市场很大，竞争的人太多了，公司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那得多亏你那些叔叔们帮忙，他们原先可都是老陈公司的员工。但这不是重点，我们迟早有被淘汰的一天，后浪永远比前浪更有潜力。你把老陈的市场吞了，就会有下一个小陈顶上来。如果这位假想敌菜也就罢了，如果他很厉害呢？见儿子还没反应过来，我叹了口气。我再说明白点，如果你把老陈推翻，如今的市场肯定会催生出新的敌对公司跟我们抢市场。万一这个新公司很厉害，怎么办？所以不如把老陈留着，慢慢消耗，积攒实力，慢慢挣钱。听到这里，儿子总算是反应过来，
他眼睛乌亮乌亮地望着我。爸，您的意思我懂了。我露出满意的笑容。这就对了嘛，这样做一举两得，不仅赚了钱，还落得个团结友爱的好名声。我竖起大拇指，恭喜你已经会举一反三了。对于这个一点就通的儿子，我可太满意了。儿子叫来公司技术骨干，经过2个小时的商量和思想沟通，最终大家一致同意帮助老陈公司渡过难关，说干就干。隔天我就给老陈打电话，表示愿意帮忙。老陈听后高兴坏了。2个项目的细节全部敲定完毕后，整体进入实施尾声。甲方后来知道后非常意外，对儿子的做法相当满意。因为对于甲方来说，项目给谁做不重要，甲方看重的是能按时按质完成任务。这件事情过后，老陈的公司渡过难关，不过他也有很多复杂的事情需要处理。首先，谢晚安闹到了公司，给老陈2个选择，要么公司股份分他一半，要么把包养秘书的钱全部要回来，把那些走关系进来的亲戚全部赶走，否则他就闹。老陈没有办法，可也不能委屈了秘书，毕竟这位秘书可是他自己家的亲戚后代，牵一发而动全身。最后答应了谢晚安，偷偷把一半的股份转给了他，还签署了一份协议，将来公司传给谢晚安和老陈的儿子。加上我们这边也没有继续起诉老陈，他不知不觉中处理完所有的麻烦，对我们的态度也有所改观，还专门设宴邀请我们一起。对于那场宴会，我并没有去。老陈对我做的那些过分的事情，犹在昨日历历在目。要不是帮他，就是帮自己，帮儿子，我必然会把他踩进深渊里，让他这辈子翻不了身。环城项目结束后不久，甲方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项目做。这一次，儿子的公司为主，老陈的公司为辅。我们吃肉，盆满钵满；老陈喝汤，后知后觉。不知不觉里，儿子的公司已经成为行业标杆，而老陈只能靠着吃老本给我们打下手。处处掣肘的他总算是反应过来。一天晚上，他邀请我去路边吃烧烤，还拉着老婆谢晚安一起。老陈啊，这家店开了得有10几年了吧？老陈亲自起身给我倒了一杯酒，笑眯眯说道。我也跟着微笑点头，知道你的意思。咱们最难的时候发不起工资，后来你请我和谢晚安在这里吃了顿烧烤。老陈笑容更深，说起来真怀念那个时候啊，心思纯，一心就想搞钱，你我之间也没有那么多隔阂。我抿了一口酒，这可不能怪我，都是你小情人害的。要不是他一直联合公司的亲戚打压我，我也不会离开。老陈连忙点头哈腰，是，林哥说的太对了，这杯酒我干了。他端起酒杯，白酒一口闷，完事还把酒杯底部示意给我看，场面活得做呀。于是我也干了杯中酒，敬青春。一旁的谢晚安时而看眼丈夫，时而看一眼我，似乎是有心事。我敏锐捕捉到这个细节，正准备说话呢，老陈突然猛拍额头：“哎呦，瞧我这脑子！儿子在家没吃饭呢，老婆，你在这陪林哥喝2杯，我回去给儿子做饭。”哎！我已经伸出手抓住了老陈，他却头也不回地甩开我的手，朝着家的方向走去，给我看傻眼了。我跟谢晚安有什么好谈的？还有，他儿子也有10几岁了吧？吃饭还需要家长做，点个外卖不就行了？话说回来，老陈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皱眉思索间，目光里多了一双匀称的腿。抬起头，谢晚安已经坐在我旁边。他今天特意打扮过，化了精致的淡妆，穿着牛仔裤、白衬衫，
熟悉的模样让我联想到10几年前的某夜，我们3人在这家烤摊前吃饭的画面。对于很多人来说，谢万安人老珠黄了，50多岁的女人，还打扮得花枝招展。可对于我来说，她是我心中的一根刺。当年那份被夭折深埋在心底的感情，导致我离异后再也没有续过弦。直到谢晚安将手轻轻放在我大腿上，我对上他躲闪娇羞的目光后，瞬间就什么都明白了。寻思着老陈是想学吴国主，真不怕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我和老陈的感情已经破裂，婚姻关系名存实亡。刚好你也没二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去酒店聊聊。谢晚安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入主题。我听后顿时不淡定了。老陈大晚上约我单独出来，还带着谢晚安，原来不是唠嗑，是送老婆给我。说一点没动心肯定是假的，毕竟谢晚安是我人生的遗憾。可我最终还是拒绝了，因为那天约他出来，谢晚安对我泼水离去的画面犹在眼前。现在他却这样做，我瞬间就释怀了。不是一家人，不进年一家门。谢晚安和老陈才是绝配，他们的目的其实一直都只有一个：财富。作为男人，我不可能不动心他的提议。老陈是谁？那是我以前的兄弟。谢晚安是谁？我兄弟的妻子，也是我曾喜欢的女人。2层 buff 叠加，对于我来说诱惑太大。兄弟妻，多有含金量的词啊！呵呵。最终我还是拒绝了谢晚安，一个人回家了。如果换成别的女人这么对我说话，我二话不说直接去开房。男人至死是少年，但谢晚安不行，我得为了儿子着想。如果我同意了，那老陈就能以此借口做文章。半个月后，我到了正式退休的年纪，儿子给我介绍了个跳广场舞的妹妹，49岁，身材好，皮肤也保养得很嫩，关键是情商高，会哄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没有那种所谓的爱情了，各取所需才是结合的核心。我和广场舞老妹在一起了，过上了快乐的退休生活。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